这个是窗帘布的样品布，每一块一个颜色。我今天准备把它利用起来，不浪费，把这个纸片全部处理。剪出15片18乘18厘米的正方形布块，选择5片颜色，错开拼接成五角状。我还是采用横竖相拼，不易变形。拼接好，分缝熨烫，需要拼出2块五角形，再把剩下的5片有序地缝合在5星的边缘处，缝好一侧呈回窝状。接下来拼接另一块5星，这里划重点哦，上下2块5星需要同方向哦，也就是上下对齐。这里拼接布块是尖角对凹陷位，拼接好留出一条边做反口，翻出后填入珍珠棉，填满后把小口用长针法缝合。现在取一枚大长针，穿入牛仔线，从一侧的中心点穿过另一侧中心点，来回缝合几针，抽紧线呈凹陷位，可以在凹陷位缝上装饰花朵。我做了2个迷你版的，漂亮吗？用它演示更为方便。用手缝针在拼接布块的上下2顶点穿过，拉紧线固定几针，形成凹陷，可以在凹陷位钉上一粒小珠子做装饰。最后把打结的绳头向内拉，不外露即可，缝出5个凹陷位。中心位我选择大1号的珠子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装饰。大抱枕我也缝合好了，我只在中心点各缝上了一朵刺绣花朵，感觉美美哒。看看窗帘布做的抱枕可漂亮了，废物利用，变废为宝，你喜欢吗？这个是上一期我用这个窗帘布头制作的一个抱枕，今天我要用剩下来的这个布头制作另一款抱枕。裁剪的大小相同，数量也相同，还是15片，只是拼接方法稍微改变了一点点，成品效果大不同。这一款是我之前做的，也是15片正方形制作的，看一下这2款是不是大不同。我今天要拼接的还是15片，大小还是相同，但是成品又不一样。我用这5个颜色进行拼接，前面的步骤是相同的，还是拼接成这2个5星。现在关键点是在这里，上一期的抱枕边部是这样连接的，这样一块边部是和2个颜色这样进行拼接，这一步是相同的，而这个5星的拼接方法就不同了。拼接方法是这一片和这个的本身的一个颜色，就是一片上缝2道，这样缝出一个这样子3角的这种状态，是这样缝的。今天我要拼缝的这一步相同，只在下一步不同。我现在进行拼接一下，拼到这一步和这个抱枕是相同的，看一下它的拼接。这连接的这个布条是拼在2块布料之间，而这一个的拼接布条是在1块的面料上，而这个抱枕2边都是拼接在两个布块之间，这是最大的区别。今天我要拼接的是一半是拼接在2块的布料之间，把这一片拼接的时候呢，只能拼接在1块的布料上，也就是这2者之间相结合。今天制作的是需要把一半是拼接在1块的面料上，另一半是拼接在2块的面料之间，所以就形成这个。现在我拼接起来，这个是拼接好的，一面是这样的，一面是这样的，留了一个反口，把它从小口翻出后缝合小口。今天的抱枕漂亮吗？2个抱枕你更喜欢哪一个呢？
3个抱枕的制作方法仅有1个步骤不相同，外形却大不同，是不是很神奇啊？拼布太有魅力了，这样的拼布您喜欢吗？